其实大家看到了好多在上海拍的中国电视剧，都是在这种房子里。对呀、对，你之前在淮海路那边住这种房子，体验好吗？一般吧。除了说这个生活出行很便利，但是它的房子，老房子它的水电还是个问题。水电是问题。就是什么呢？它的水电方面比较老。比如说啊，你像我们正常洗脸不是有一个水盆吗？洗菜有个水盆。但是像在我当时住的时候，它的洗脸洗菜是一个水盆。对。然后它的那个厕所呀，也就是简单的那么隔了一下。厕所是因为房间小吗？不是房间小，就是因为它房子老，原来就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它都是后面自己重新修缮出来的。所以除非你是整体重新装修了，这样呢可能会舒服一点。不然呢，那还是自己现在的房子舒服。就还是公寓楼带电梯的那种公寓楼，对新小区舒服。对，所以这些他们得重新装修一下，然后尤其是把自己的这种电线啊、水的管道啊，尤其是下水道这些东西好好弄一下。有虫子吗？有蟑螂。哎呀，快看，这有租售信息呢。这个价格怎么样啊？这什么意思？是一室一厅？一室零厅，一室零厅，一室一厅这样子。怎么都这么小呀？一个亭子间9.3平，105万。哪儿写的多少平呢？这个写了，这个写了。这是9.3平啊，9.3平。9.3平，那不就一个房间啊？对呀，亭子间嘛，亭子间就是夹在1楼和2楼北向啊，属于1层半的那种感觉吧。那是干嘛住人的还是干嘛？以前是给那些个，比如说一些下人啊，他们住的。啥意思啊？那现在他们卖这个是给谁住的？现在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自己买来住啊，或者说有一些改成民宿的也有啊。民宿的比如9.3平，你看它虽然很小，但是完全可以改出来一个那种榻榻米的床，然后旁边一个小厨房，它有一个淋浴的浴室，什么都可以有的。这种有，我之前住过这样的民宿，会有人买，都不是自己用的。有人喜欢他也会买这种自己用的，因为这种房子以前10平哎就。对呀，因为这种房子以前人家是整个一栋都是一户人家的就是后来当时分房子嘛，分房子的时候呢，就是按人均的面积去分的。当时是上海这边一个人分4平米，我记得是一个人分4平，然后你比如说一家2口人就是8平，然后呢。独生子女好像是多算一个人，就比如说你家是独生子女的话，就可以分16平的房子。那16平的房子，如果你的户口是在市中心的话，分的可能就是这种房。现在这种房子里面住的人都是老上海人吧？就除了租的那些，除了租的那肯定是老上海人。就年纪都蛮大的，怎么着也得60多岁、70来岁。有买的，有租的。其实如果说。我有足够的闲钱，我还是挺愿意这边买一套，然后自己重新装修一下。你自己住还是租出去？自己住啊。哎，等一下，那袖子和袖子，这是夹起来了，为什么像拉着手一样？你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夹起来。这个住宅区一出来就是街道了。弄堂里的时间仿佛是静止的，保留着上海最传统的底色。但只要走出这条巷子，你就会立刻撞进另一个世界。这就是上海的魔力，转个弯你就从几十年前的老上海穿越到了2025年的摩登都市。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完美交融，大家都在享受当下的节日快乐。我们去试一下，对它的材质有点好奇。这个好玩哎！
这个是因为它那个绑的是绑带坏了。哎呦，我们不要占用太多时间，大家还在排队呢。走吧。这是软的。对呀，都是软。哦。如果说街道上的圣诞灯火是给眼睛看的，那音乐剧就是给灵魂听的。我现在在西岸，这边有很多艺术有关的展览啊，或者像音乐剧这样的演出。我觉得可能很多来上海旅行的朋友不一定知道这个地方，但这边真的非常好玩。我现在要去看一个音乐剧，这个就是剧院门口啦。我第一次来，哇，好大，好漂亮。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剧院的门口了，然后我发现这个门口有好多票贩子，他们在收票，好像也在卖票，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比原价高很多。反正我有票，我就先进去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做什么都想要马上有结果。其实我也深陷其中，但今晚剧场成了我的避难所。这3小时的音乐与表演，让我浮躁的心终于安静了。我们太需要这种短暂的抽离了，它提醒我们，在混乱的世界里，慢下来感受比赶路更重要。刚刚还在感叹人类艺术的伟大，下一秒我就站在了科技的最前沿。作为一个 AI 深度用户，我会使用它来设计课程，辅助教学。现在我也在学习 Web Coding， 用来搭建中文学习产品。很多人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我认为一些工作或者岗位的确会消失，但 AI 不是对手，而是杠杆。它能帮我们放大创造力，去创造以前无法想象的价值。所以，与其恐惧，不如现在就开始学习它，拥抱它。从弄堂的烟火到 AI 的浪潮，在上海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体验。让我们带着过去的温暖，去拥抱未知的明天吧。再见2025，2026，我们来啦！